在一场场危机之后，谁能第一个站起来？这是新加坡前国会议员杨木光在一次论坛上提出的问题。新加坡的回答只有2个符号+1。为什么是+1？因为这背后是一整套体系在发挥作用，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，产业结构的灵活调整，企业韧性的集体体现，还有无数看不见的资源系统在托底。新加坡用一组数据给出了答案。疫情后，新加坡财政收入增长 84%， 从疫情低谷爬起，新加坡的财政收入不仅没下滑，反而强势反弹。企业税、消费税、个人所得税全面回升。在2023年，新加坡吸引了超过700家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总部，是亚洲最密集的总部经济体之一。这不是奇迹，是战略，是全国上下一盘棋，政商协作，社会同频共振的结果。作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，我想和你说说，危机来临时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如何为企业撑起一把伞，又如何协助国家稳住经济的地基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疫情爆发初期，很多企业陷入恐慌，尤其是中小企业，信息不对称，现金流告急。我们总商会第一时间启动了6轮企业调研，覆盖超过700家本地企业， 95% 以上是中小企业。反馈中最常见的词是撑不住了，营业额下滑 80%， 订单取消，员工成本压顶。我们立刻整理出问题清单，提交给贸工部、人力部和财政部，强调的不只是现状，而是如果不马上做点什么，会有什么后果。我们也同步和业界对话，比如物流协会、餐饮商会、旅游代理工会，让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声音都被听见。很多企业主私下和我说，黄会长，谢谢你们没忘记我们这些最小的声音。有了政策还不够，真正的问题是企业懂不懂怎么用。我们开了超过50场线上讲座和辅导会，主题涵盖临时过桥贷款、企业周转信贷、薪资补贴计划、JSS、租金缓冲机制等。有一场是关于如何申请企业发展局 ESG 补助金的，超过700人同时在线 QA， 足足拖了2小时，还意犹未尽。我们还整理了1页式申请攻略，通过总商会网站、微信群、EDM 快速发出去，让每一个老板都能看得懂用得上。我们的中小企业中心 SME Center 也开设了热线电话，一天接听上100通咨询，哪怕只是帮忙确认一份表格填得对不对，我们也认真对待。疫情期间，商家最重的2座大山，一个是租金，一个是人力成本。我们向政府提议启动租金舒缓法案，最终立法成功，赋予租户法定谈判权，让房东必须给予至少2个月租金减免。同时，我们也积极协调商场业主与小商户对话，包括大华银行、Far East、Capital and 等主要商业地产业者，一起讨论怎样共度时间。例如，在义安城和福南商场，就有商户因为商会介入，成功获得额外的延迟付款期。在劳动力方面，我们也与人力部密切沟通，推动临时外籍劳工准证展期，倡议工作共享制度，让企业之间可以临时共享员工资源，缓解人力短缺。2020年，我们做了一个艰难但关键的决定，把 SME ICC 中小企业大会第一次全部改成线上举办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线上展会、线上圆桌、线上直播带货分享。反响出乎意料，短短2天，有超过2000位中小企业代表上线参与。我们随后推出牛车水数码转型计划，在中小企业中心设立特别辅导组，手把手教导商户如何使用 PayNow， 开设 Shopify 网店，在 Shopee 开店。有位在史密斯街经营10几年纪念品小摊的摊主，第一次用手机收款后对我说，原来不靠现金，我的生意还能活下来。我们看到太多企业在裁员边缘徘徊，总商会的立场很明确，能不裁就不裁。我们推动企业善用工作支持计划 JSS、 临时就业红利 Jobs Growth Incentive 等补贴保住饭碗。
同时，我们和总商会管理学院合作推出超过100堂在线课程，内容涵盖远程协作工具、线上客服训练、短视频营销、数据分析基础等。一位本地清洁服务公司的老板参加了课程后，把员工从现场管理员转型为数码调度员，不仅效率提高，还保住了3位50多岁员工的职位。我们知道，出不了国就等于失去市场，所以我们的驻华代表处、上海、成都、重庆也持续为700多家企业提供远程市场咨询，找分销商，做品牌推广。我们不只是把货推出去，而是帮企业找到走得出去的路。疫情3年，我们接触了上万家企业，有人撑下来了，有人没撑住。但我最感动的是，很多老板即使生意惨淡，也没有裁掉一个员工。我们设立了企业求助反馈专页，只要填表，我们就1对1处理，联系相关机构，安排法律咨询，协助申请贷款。我们也组织会员为抗疫一线捐款捐物，50万只口罩、3800套防护服、124万元现金援助中国疫区。还有一首诗《勇敢如你》，是我们为每一个在疫情中坚守岗位的人写的。这不只是经济援助，更是情感支援。今天我已经从总商会会长的位置上退下来，但我常常回想，我们那几年真的是拼了命在做事。新加坡能加1，是因为每一家企业也都在努力加1，不是等风来，而是自己造桨滑；不是躲过风暴，而是在风暴中学会掌舵。如果你是一名企业主，或曾在疫情中拼过命的员工，我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最难的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，你最感动的是谁给了你那一丝希望。留言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我们会继续讲述真实的新加坡商界故事，这不仅是历史，更是未来的启示。我们下期见。